大家好，我是林燕老师。今天我们上第27课。之前的课说啦，这个七在西方写的时候，在这里会加一横，而在中国的书写里，这个阿拉伯字母、阿拉伯数字是没有这一横的，这就是区别啊，书写上的区别。今天是几号呢？16号，周五。每次我们说周五，说星期五，我们就说到了周末啦。周五的晚上，通常都会兴奋地说：“啊，终于到周末啦，可以休息啦。”可是这个休息和工作是相对的哦，只有开开心心的工作，痛痛快快的工作，然后才能有一个开心的周末，对不对？那么周末可以做什么事儿呢？今天我们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购物。购物，这个是人们在休息的时候和去旅游的时候，甚至是下班回家的路途中都要做的一件事情。比如下班回家的路途中会做什么呢？最紧急的当然是买食物。买食物，然后回到家里和家人一起吃。最主要的是什么？我们通常说食物的时候，也会用一个西方也常用的名词，叫面包。面包和我们的食物有时候是互通的一对名词，面包就是食物，食物主食就是面包。西方人的主食是面包，而中国人的主食是什么呢？尤其是米饭，在很多的亚洲国家，它都是主食，而米饭在西方国家，它就不是主食了，它就是副食。主要的食物是面包，面包是由面粉做的，而用面粉做的这个又有菜又有肉又有面粉的食物，在中国最多的是，对，我们学过啦，包子、饺子，对吧？有一点像我们西方的汉堡包的做法，又有面啊，中间又有肉又有菜，然后有一些酱汁，这就是汉堡包。而包子饺子呢，是面包着蔬菜肉和调料做成的。它们的意思呢，就是把
食物包团在一起，产生更浓郁的味道，让人们吃得更加的爽口。好，这是买食物的一个购物，这是平常下班都会操作的。那么在周末呢，有可能出去餐馆里用餐，大家放松一下。所以在周末的时候的这个购物，反倒可能不包括买食物。那么买什么呢？买衣服。买衣服，那么你要告诉商店的人你穿多大的衣服，或者你自己挑选，那么你要知道自己的尺寸。比如衬衫，你穿41码，哦，你个头很高，那有可能42码，就是指衬衫领子上的那个小牌上的标码，我们说这个叫码。然后这个是数字，你应该可以了解自己穿的尺寸。那么裤子呢？裤子你要学会认裤子这个包装袋后面的数字。好，这是裤子。当然，在西方，大多数人穿的是牛仔裤，这个名字就是牛仔裤。牛就是我们吃的牛肉的牛啊，但是这个牛仔就是当年在牧区放牧牛的时候，他们做的这种裤子。非常非常的结实，所以这个名称就流传下来，叫牛仔裤。在畜牧业工作的时候，裤子要非常的厚实，然后他们骑在马上的时候，裤子也要非常的厚实。这种布料就叫牛仔裤。牛仔裤的面料，牛仔面料，非常厚的一种面料。那么这个当然在中国也是可以买到您满意的样子、款式，这个自己可以做挑选。就是周末购物的一个衣服，衬衫、裤子，学会这两个词：衬衫、裤子。然后呢？购物还要买什么？啊，有可能你想要一个新的手机。手机就是我们天天打电话的这个拿在手里的这个电话哦，汉语叫手机。然后呢，你要在网络上要工作，要游戏，要和国内的家人联络，有可能你想要一个新的电脑。电就是我们灯泡可以亮起来的电，手机可以使用的电，电话可以打的电，它是一种非常有能量的物质，
就是电。那么脑就是我们的脑袋，而它们合起来呢，叫电脑。电脑就是我们网络上用的，我们说的上网，我们可以和家里人联络，我们可以在 Internet 网络上工作，可以和公司的同事写 email， 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写 email， 可以进行微信沟通，这些全部都要用到网络。微信你可以在手机上用，也可以在电脑上用。微信2个汉字还是要认一下啊。微信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和中国人的联络，和国内人的联络。当然你国内的家人有可能无法用微信，有可能是 WhatsApp， 有可能是 Skype， 你可以找到自己家人的方式。但是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电脑或者新的手机，或者是你住的地方有一个座机的电话，你都是周末购物的一个内容。这个网络世界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，就像我们的另外一个大脑，就是我们的脑袋，大脑就像我们另外一个大脑，它是电脑，它得通上电才可以，上了网才可以运转起来。这是一部分购物啊，当然网络也是要购物的。这个 Internet 你也要买，然后才能让所有的微信功能、电脑写 email 的功能、手机打电话的功能、电话座机打电话的功能全部运转起来，明白吧？这属于我们一项重要的购物活动。然后呢，你如果是去上学，你有可能要去图书馆读书，或者说去书城买书。买这个动词就是我们购物这个动词的一个口语。口语叫什么？买东西。买东西，东西在汉语里就意味着一个物体，比如手机是一个东西，网络也算是一个东西，电脑也是一个东西，衣服也是一个东西。明白吗？食物，你比如说米饭也是一个东西，牛仔裤也是一个东西。所以这个买东西就是我们最常用的口语。书面语是购物，听起来不那么口语化，不那么直截了当。直截了当就是买东西。好，我还是想把这个买写个拼音。买东西，买书，去书城买书，买东西。好，再写一遍啊。
买东西。这个购物就是一个买的行为，买的过程。好，这个话题一说就刹不住了，想要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看到什么都想买，那么就先买自己生活必须的东西，衣服、衬衫、裤子，买食物、面包、米饭、面条。哎呀，米饭我不喜欢，那么就包子、饺子、汉堡，一点一点的开始接受中国的食物。你比如说面包，德国的面包是最好的，他们在吃到中国的面包的时候，认为都是甜点一样的，不算是食物啊。而德国的面包因为它特殊的工艺而闻名。然后呢，买的衣服、衬衫、裤子，牛仔裤，大家最喜欢的牛仔裤。你要知道自己的码，41码、42码，或者拿个尺子量一下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买的手机、电脑，然后要买一个网络，然后可以用中国大家都在用的微信。然后呢，买书，去书城买书，这些都是买东西。买就是购物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第27课关于购物。如果您对林燕老师的授课感到满意，那么一定不要忘了看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，给林燕老师一个订阅。当然，林燕老师也会附上文字版的 PPT 和作业，以及一首朗诵的非常优美的散文。好，今天的课我们就到这里了。好，下节课再见啊。
而我总是一个人坐在半透明的帐篷中，等他回家，不时在门口的草地上来回走，向远处张望。有时我也会离开家，走得很远很远，又像是飞了很远很远。世界坦荡，我无数次地说世界坦荡，无阻无碍。我不是在行走其间，而是沉浮其间，不能自己。我边走边飞，有时坠落，有时遇到风。我看到的事物都在向我无限的接近，然后穿过我，无限的远离。其实我哪儿也没有去过。我一个人坐在半透明的塑料帐篷中，哪儿也不用去。这是在山野，在这里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都处在前往的状态中，哪怕已经抵达了。我坐在帐篷里，身体以外的一切，想法以外的一切，都像风一样源源不断地经过我。我是在一个深处的地方，距离曾经很熟悉的那些生活那么遥远，离那些生活中的朋友们那么远，离童年那么远，离曾经很努力地明白过来的那些事情那些道理那么远。我妈也离我那么远，她在深山里的某一个角落。我不知道她会遇上什么，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快乐。当她回来时，却像影子一样在我身边生活。四周安静，阳光明亮。我不知道他说过的一些话语是什么意思，不知道他正做着的事情是为着什么，不知道他是怎样的，与我有所不同的依赖着这世界。他终日忙碌，不言不语。他的那些所有的没有说出口的语言，一句一句寂静在他心里，在他身体里形成一处深渊。每当他空空地向我走来，空空地坐在我身边，空空地对我说着别的话，我扭头看向左边，再看向右边，看向上面的天空。除了我以外，在我之外，其他的一切都是在一起的。我是说，世界由两部分组成，一部分是我所看到、所感知的世界，另一部分就是孤零零的我。这时，不远处蓝天下的草地上，有人向我笔直地走来。一个像小猪、像海豹一样的狗走到老米身边，老米一点也不害怕，他又走了。看看是不是不真实的感觉？看看这些沙滩，好吧。栗子也决定脱了鞋子。看到远处桥上的那个人了吗？就是老米，还走来走去的。看到了吗？桥上的那个人。